开了一些之前的队友的话，我对自己的要求自然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我也要做到我能做到的一切吧，然后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打野。因为一开始来 EDG 就是抱有梦想，因为每次外面都说我是16强啊什么的，不如亚军，不如8强，是我也想证明自己。我们手在一起，心在一起，好吧？1、2、3，击中！是一个平 A 级 W，又秒掉了 Jack Love 将其终结。夫妇绕钩了，夫妇一个推把袋子给秒了。利物还在去朝前爆闪，这波利物是无人能挡了。恭喜 EDG 2-0拿下比赛，同时锁定了本赛季的常规赛前2。我们虽然连胜，但是其实都是可能也有一些2-1，然后也有翻盘啊，并不是说一路撵着过去。不要不想说，有话直说。我场上说的话，你们给我的反馈太慢了。你们半天不给我回馈，我也不知道要上去上台这样直接过来。来了之后进那个场，猴子接班上，对吧？这个时候已经是。所以你觉得3打3要怎么打？队伍好像碰壁了，好像我们的磨合期到了季后赛才开始。还没有结束嘛？虽然春季赛结束了，但是旅程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年春季赛是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年没有结束。我们21年也经历过这样的失败，我们还有夏季赛，我们还有未来的路要走。EDG加油！我跟他们总结了一句话：我不希望你们，我也不苛求你们做联盟里边兑现个人能力最厉害的那个队伍。但是我一定要成为联盟里面那支最团结、最团队的队伍，也是最努力的一个队伍。如果没有加入 EDG 的话，其实我的职业路差不多了，就是我感觉没有那种可以让我冲成绩的地方，肯定是奔着好成绩以及很严谨的态度来的。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一个比较年轻、很有冲劲的队伍吧。虽然我们春季赛只拿了第3名，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不怕失败。然后夏季赛我们可以继续不畏向前。听我说一下啊，今天是新赛季的第1场比赛，但是它也只是这个赛季里面普通的一场比赛。我希望你们以后还会经历很多的这样的比赛，不管大的还是小的，对吧？我们每一场都要抱有平常心啊，不管在优势还是劣势的情况下，都要细心、耐心的去处理这个比赛，好吧？千万不要着急，冷静，敢打的时候要敢出手啊，该怂的时候要怂住。我希望今天的比赛就跟训练赛一样啊，打出你们自己的内容来就可以。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去调整，但是我希望我说过的内容不要再去犯。就这样，我1、2、3向上集中，好吧？来，1、2、3，集中！看一下新一代的 EDG 合创汽车啊，我们看到他们上场的首发今天是阿乐，打野的杰，中路的话是 Fogo 上阵，而下路是利弗加上 Mego 的组合。阿乐选手作为一个非常出色的以个人能力、实力见长的这么一名选手，主玩战士的选手。阿乐选手来讲的话，是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也是取得了联系。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说，阿乐是因为看了EDG 的比赛才打职业的。那我觉得这有一个职业前的 EDG 的一个情愫在吧。我是看 EDG 的比赛才想打职业的。我在吗？当时你在啊。阿乐也是一个经历过相对来讲有一定时间职业生涯，那也能够在对话的过程中很明显的感觉到他自己想去寻求新一轮的一个突破。乐的话一开始是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冲动的小孩子吧，跟他接触久了之后发现他确实是挺小孩子的，但是他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固执吧。我本来觉得他可能不会听别人怎么说的那种人，但是其实他接触久了，发现他不是这样。这种打跟妖精是，我要躲。哇，万一躲的是正好一拳上去的，越躲越。哎，今天想一下出场动作，里面打，说有没有做到？
看过。咏春，阿乐。阿乐的话，他就经常问一些让大家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就经常问我比这个选手强吗？或者说我比那个上单强吗？你们觉得那个上单跟我这个上单打得怎么样啊？谁会打得更好啊？这种。他感觉不是搞笑，他自带搞笑，就是他说任何一句话都很搞笑。我补充一点啊，今天只能2比0。好，别搞。我来 ADG 是因为早就听说过 ADG 的训练环境就比较严格，因为之前我就是一个训练的内容比较随性，可能有时候就比较随意，然后我就想来这里认真打几年，然后出点成绩。他个人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在比赛里边的稳定性是不足的，所以来之前我对阿乐其实是有自己一定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改造计划嘛，就没想法，就对线没想法，就不恶心。我对线想法是最多的。不是你那个想法是什么？换血的，或者说击杀的那种想法，不是优势的那种想法。我对他的要求就很简单，其实我不是让他，比如说训练比赛里边不死，而是我更希望让他知道他这个上单究竟应该怎么去打，他应该怎么在他这个位置上来说，在从对线开始到对线期结束，他拿到不同英雄的时候，对于团队的帮助到底是哪些？阿乐是选择 TP 来上，晕住2个队友就在旁边，阿乐可以扛住第一波的伤害的。旁边魔点中章，再次配合队友秒掉了卡尔玛，鳄鱼第一条命也打出，这克拉夫被贾克斯在下方要被晕住了，反击风暴被秒秒躲掉，但是贾克斯一个平 AJW 又秒掉了这克拉夫，将其终结，打出了超薄的团灭。阿乐最后也是一直站到了最后。怎么去反馈团队，或者说怎么去控制中后期的半张地图，在这个方面我会跟他说的比较多。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减少低级失误吧，犯的频率不能跟以前一样。右边再来个这种巨肉的上路，阿乐你变了，阿乐。其实坦克这些英雄我也是能玩好，训练赛尝试了很多，也有在练很多嘛，但是跟我那些战士英雄肯定比不上。但是为了配合团队，我还是会去好好练习。以前是考虑自己线上的内容比较多，团队如果有一个共识，那我就跟着团队。森帮忙挡一下 ，TP 绕后。森这边感觉要配合队友反打了，撞起来一个嘎啦被秒了。现在要保着利物在打，现在 ATT 的阵型有点分散，应该先正面集合一下。北川还在跑，利物打得很强势，一个踩起来了，阿乐这个 Q 很关键。什么样的英雄怎么样去帮团队，是我这个赛季告诉他比较多的一个内容。够帅了，走，佛哥。Fofo 的话，就是算是一个比较懂事的人吧，我觉得，比起那2个就是岁数小的。跟他私下聊，就发现这个选手的话，职业态度特别好，而且特别珍惜来 EDG 的这次机会吧，我觉得。然后非常想要去证明自己，也渴望就是能够出成绩。所以我是很认同他的这样一个职业态度以及他的职业精神的。所以在 Fofo 上面，其实我平时应该算是选手里边管的最少的一个选手，因为可能他们能感受到我对自己的要求其实也挺高的。别起，我会踢回来，等我。OK， 看我位置，准备打。OK。Fofo 绕钩了，Fofo一个推，直接推出入了闪现，把袋子给秒了，而且入了也活不下来。哇 ，Fofo 选择了直接 TP 绕到了右边，把这个比赛给终结了。你看 Fofo 多 C 啊，今天要不是他，真的。如果没有加入 EDG 的话，其实我的职业路差不多了，就是我感觉没有那种可以让我冲成绩的地方。肯定是奔着好成绩以及很严谨的态度来的。能有这群队友，太幸福了。Fofo 的话，一开始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啊，后来接触久了，发现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跟我的性格差不了很多，感觉。就是这2种，我们把这2个理清楚，然后我们选择哪一边就没问题了。你更想要哪一边？后场吧，说。我决定选择 Fofo。
因为我觉得选 Fofo 与杰杰选手有一定的关系，因为 Fofo 选手的适配性是非常强的，然后他是那种团队协作能力很好的一个选手。我往中路走，这波有机会的，看一下都没看到我。那小虎是没闪的，这波有机会闪现网直接网住了，那这个位置应该跑不了了。给你哦，我不撤，没事，我这把是这样。来自杰杰的一波漂亮的给。首先，我觉得 Fofo 来了以后，给杰杰释放了更多的空间，也能够帮杰杰在打野节奏上的一些想法上能够更多的施展和实践。然后他把他的更多的可能性，或者是更多的一个空间，给到了他和杰杰2个人共同去创造中野组合象性节奏上，所以说就会更加的期待他们2人可能有的一个化学反应，或是对于杰杰选手另外一面是否能够更好的得到展示，也会有所期许。我跟Fofo的话，我觉得是他在完成他自己的任务之后，他会去多考虑我的一些立场，所以经常他能在游戏中帮到我打野，并且我们经常是只要我去做出一个判断之后，他是无条件相信我，就会去配合我。你要逼他踢出来对吧？对。OK。无力没闪没弹。踢出来还是可以打中野。我先踢下了，好。然后赵礼杰的话，其实他目前对于 EDG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发挥如何会决定整个 EDG 的这个情况。他要在从一个选手变成一个优秀的选手，变成一个队伍的核心。教练是有跟我单独说对我的一些照顾啊，一些想法也好，都会有跟我去交流吧。比如说在这个赛季，我要去改变掉之前的一些不好的自身的缺点吧。然后今年的话，我觉得对他而言，现在各条线的情况可以根据他的需求，然后去配合他，可以让线上牺牲一点，然后去配合打野的一个节奏。我觉得这个会让他在整个游戏的进程中玩得更加的舒服，他能够决策跟决定的那些指挥也会更多。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帮助他在自己打野这个位置上成长很多。会被反蹲吗？你不会被反蹲，但应该只能打血量。你直接从引擎出来，你引擎出来我会直接推。OK。猴子直接抓中，推到了这个位置，奈特交闪，有技能的，他不是这个兵，就这样吧，就这样，没闪。然后我觉得这个赛季的话，杰杰常规赛的整体的发挥，我觉得就是我带他以来发挥的最好的一次。他既能帮队伍做出良好的判断，也能带队伍在前期拿到不错的一些节奏跟主动权，然后在游戏中后期的话，也会做好资源团的一些团前准备。我现在我也想来这里，来，他在吃这个，他在吃这个。我也来了，没 Q 的。阿乐直接进来反击风暴，卡纳维交闪，阿乐跳闪跟。哇，这波杰杰绕得好啊！卡纳维不知道杰杰就在附近。是的。他想一定出来，这边有眼对吧？他只要思路清晰，对，有些点有眼，那个针也可以出台，可以。就离开了一些之前的队友的话，我对自己的要求自然是在一个新的环境下，我也要做到我能做到的一切吧，然后成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打野。就是我们这个队伍组成的时候，我们其他3位选手都是新加入的，而且新加入的这3位选手有新人，然后也有成绩不够理想的老选手。所以说一开始就是我们跟杰杰还有天野就说，他们作为队内老人，再加上是曾经拿过最高荣誉的野辅，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撑起队伍整个前期的一个节奏跟判断。我重新回到队伍之后，其实我对 Miko 我没有特别多的想去改变他，因为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而且稳定的一个选手，因为他经历了特别多的版本，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版本和英雄。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他，而是让他去在每一个版本里面去快速适应这个版本。所以田野也是一个比较让人放心的孩子，他也是整个队伍的灵魂吧。反手宝蓝这边也没死士，塔下了。刀狗这个位置还好，自己第一波闪现留下来了。不过 Miko 有闪的，闪现 W 拿到这个头。可以，
落回往中走，能闪一 Q 落吗？往中走，落往中走。晕到了，晕到了，你们杀，我没进的。nice，下路没事吧？下路没事，落没闪。OK。我自己的话就是更多的去照顾他们吧，然后在游戏里面给他们更多的帮助。阿卡丽，我晕了，你不要听，我不会死，没事。我来，阿卡丽，对，往后走一下。哎，我扒了，追，我跟不到，没事，往前冲就完事了。晕了，往前冲就赢了。杀，可以一波呀，感觉 EDG 这波保护这个炮车，然后我们压。看好这波，中路乐顶前面，来，乐往前走。恭喜 EDG 25分钟击败了 OMG 2比1，继续的扩大自己在积分榜上的领先吧，依然是排名第一。其实两位选手在今年中都有一个状态比较好的展现。那我觉得其实他们在融合新人、带领团队解决我们预判的一些问题的过程中，其实他们自身在心态和状态上也有得到成长，并且在和新的选手中也碰撞和磨合出了不一样的火花，都反而是更有活力了。不要被他们直接打到的位置，就算他一空了，我们也能撤出来，等他下个一，下手就走。因为我们俩进左右有可能会空的，对啊，懂吗？不管是直观的战术对抗、胜利控制的展现，还是在指挥、激情和整个团队基调上这种精神上的一种引领，我觉得两个人在这个时候仿佛像是突然间成熟了，或者是突然间变得更有担当了一样。这个是非常让我们觉得骄傲和欣喜的一面。然后田野的话，我觉得就是他这个赛季的话，更多的话就是把精力放在了跟下路的一个沟通上，然后教利物很多对线的细节，然后对线不同组合的打法，然后以及前面兵线的一个处理。我觉得野辅的话，这赛季算是完成的很好，就是对于队伍的一个帮助。你要整我吗？我不整，你不整，来，好，整我就走。利物浦来 EDG 之前的话，其实我们去年就是我们1队跟2队其实打过很多次训练赛的，在对线我们的下路组合的时候，也打出过非常不错的这种表现吧。所以说当时我对他的印象还蛮深刻的。然后下路方面，刚刚我们有提到的利物浦选手，同样是作为自己2队提上来的这么一名选手，其实在之前德杯出战过的这个2个 BO5里面啊，赢下的4场比赛有3场都是利物浦拿下的 MVP。这个选手的话，首先就是操作反应比较好，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的勇敢。龙也被这边 EDG 拿了下来，炼金龙魂到手，利弗正面一个人扛着2个人，闪现上来，一上来 A 一下，直接带走了正面的一个小伙，而且后续尽管再捡再杀，3杀的利弗，我觉得好帅，我觉得好帅。我记得我问过大叔一句话，我说这个 AD 有没有向前打的能力，向前冲的这个欲望？大叔告诉我他是很愿意去向前，或者很有进攻性的一个 AD。我说好，那我对他是有希望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希望一个新人 AD 上来就是捅在后面，然后上来就是稳住对线，然后去打团的这样一种 AD。大叔交完闪还是被追上，但兹卡这边先扛不住了，隔墙的大叔伤害把兹卡的人头拿了，而且俄弗斯向前的闪现打出一波伤害之后 ，LP 可能也要死。3上救护车直接回到后面，但利物这边在跟对方单挑，打出飞流催款表，利物还在续超前爆闪，这波利物是无人能挡了。一波了，一波了！有牛，在斗牛吗？在。利物浦的话算比较活泼的吧，就是游戏外的话，就是接触下来，发现还是比较一个小屁孩子一样的感觉吧，经历的比较少。好吧，没人责怪你，没人责怪你啊，就都先接手，该打的时候就打，然后该怎么时因为经验不足嘛，所以说导致有时候会出现很多莫名其妙的死亡啊什么的。他的优势是就是敢打敢拼吧。背钩肯定打不过，背钩什么？所以这种输就什么 AD 都打不过。其实背钩的话，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在打泰坦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教了他一些东西，他还是在慢慢的去做改变嘛，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吧。我觉得也能接受吧。很感谢他们对我的认可吧，
我自己的目标一直都没完成去。我给你扶，我可以操作，我给你扶。我死了，里面这里，你会扶，马上，操作，立步走，找时间操作吧，我觉得，或者绕回去，哎，小法了，凯南没找你救猴子，感觉还可以，都残的，nice， 15完成了反杀，哇，凯南想先进来，被拿到了远古龙，凯南要被融化了，结界也是躲到了后排的瑶瑶，幻魔这边一丝就幻魔被秒掉，侠再次的杀掉泽力，一个双杀。恭喜 EDG 2比0拿下比赛的同时，锁定了本赛季的常规赛前2，也将获得一个复活甲的资格。导弹在发热。一开始组建阵容的时候，其实心里蛮没有底的，因为一次换了3个的话，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能打成什么样子，只觉得我们先不管成绩吧，就是我们要5个人都要先打出来自己开始的样子。8以下的会1米8以下的我蹲着，8以下的出力，出力。能拿到常规赛第2肯定是超乎预期的，我觉得。说实话是有点意外吧，没想到常规赛整个队伍都能发挥得这么好。是保底就心里想的，如果打得好的话，最少也能进前4，毕竟冠军野辅的班底。狐狸来我们直接跑了，没有狐狸我在看他。我们5个人都是特别想赢的吧，每天无论是训练也好，平时的 rank 也好，都是很努力。可以接着打，猴子没大了，猴子没大了。那行，那就我们穿下塔了呢。在中途遇到了很多问题，但也没有放弃，依然是努力的去改变问题。然后复盘什么的都很认真，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收获吧。我刚把他丢到那个，他这里被他清掉，他知道你在这。谁？他知道呀，我插眼呀。其实队伍在比赛中，在春季赛的常规赛的整体的局面看来，结果导向看来是一个非常不错、华丽的一个成绩。在游戏的进程中，我觉得还是存在非常多的隐患的。我们虽然连胜，但是其实都是可能也有一些2比1，然后也有翻盘啊，并不是说就是一路碾得过去。不稳定的因素可能就大家在游戏里面的一些失误，前期的失误比较多吧，然后在对线上面没有特别注意细节，我觉得。应该是去版本更新去练新东西的时候，转变的速度出了问题吧，因为那个时候就要去学习新的东西嘛，那种去抛弃自己以前的玩法，去用崭新的玩法去玩一种游戏的模式，就会导致自己有些事情上做了并没有以前那么完美，然后队伍中问题也会大大小小随之而来，然后导致我们后面常规赛就打了起伏特别的大，队伍好像碰壁了，好像我们的磨合期到了季后赛才开始。各位亲爱的召唤师们，下午好，欢迎来到2023英雄联盟职业联赛春季赛季后赛。今天将由上海 EDG 合创汽车对阵北京 JDG 英特尔。首先欢迎 Shanghai Edward Gaming Hiken。打京东的话，其实一开始还是蛮有信心的，并且刚赢下 OMG 就去面对他们，所以一开始是带着自信打。Knight 这里很危险，自己没闪现被圈到的话，杰杰跟上 Q，Knight 应该跑不了了这位置。是的，送了。杰杰沉下来，但是想打架。两边大野是对开，猴子直接把自己给送掉了。先一个 Q 闪去找你的后排，但是为第一神就被融化了。野夫2个人都倒，加克斯强行开启反击风暴，但是晕不到入了。插一下。哦，没事。这一场比赛，这个标5 1比0暂时领先EDG。第一局影响蛮大的，在一个比较好的情况下没有拿下那把游戏之后，无论是个人以及团队都出现了一些情况上的波动吧。我觉得确实在当天的时候，我们的选手和整个赛训的组的状态
不是特别的好，可能也是第一次在包5的情况下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和挑战。这种时候，我们队伍的可能就是在场间的一些临场调整能力，可能作为新队还是稍显不足吧。而且这波369过来，其实是 EDG 暂时是没有预警的。对，请大家带河道，请大家带河道，猴子在这边。哎，3还没落，开车了，要瞄准 Live， 再次被上大登场抬起，又被震起 ，Live 根本就动不了。新单没单，3也没单，往上走了，我闪慢了。哇，这个闪现，打不过了吗？直接暴毙了，被秒掉了，如了已经3个人头的开局了。连输2把之后，大家心态也不好了，所以第3把基本上就是大家心态都爆炸的情况下，就是很难去赢。机器人给我一个，抽刀子。反而是卡纳维要去开一波先手，当着天空开的效果不错，姐姐被冻住了，姐姐第一时间被秒了，两边的打也打了一波互换。可惜，下次加油。好难打。2天之后打。打出团灭的京东，今天完美的表现，3比0挺进决赛。感觉就是那天就是比较浑浑噩噩的，然后白给了，感觉真的是白给。本来那个河道，你让河道是想去打输，你让了，你下路就在。说实话，被京东3比0确实有点夸张，当时就脑袋是空白了。每个人告诉我你现在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我需要听最真实的。今天心里面有不爽也好，抱怨也好，打得不好也好，自责也好，乱七八糟也好，你先告诉我，在下一场打 BLG 之前，我不希望心里面是有事情的。我有一点点意识到团队之间有一点点不和谐的声音。这个不和谐的声音仅限于在游戏内啊，就是互相之间有一点点的不信任和埋怨，有一点点不敢说出来，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我觉得不说出来，其实对他们下一场比赛更加不利。不知道在干嘛，不是今天打的就完全不知道大家在干嘛，团战也不知道怎么打。就我说的东西，有些指挥我说出来，但是也没有说要按我的去做。我觉得第一把我是打得很难受的，就我脑子里无论是前期的节奏还是中期的团战，我感觉那个都不是我会熟悉的一个情况。第2、第3把我玩的挺正常的，玩着玩着就崩掉了，我真的不知道头现在是晕的。我觉得我很正常在玩游戏。那个场玩那个3M miss 了不见了，我们下路要被越，你们进不了野区，河道进不去，我们下路不就等死吗？第一波死了都还好呀。后面又被越了，那咋？那3M往下路走，开个车过来。但那个是跟第一波有关系的，我们中路也能赢的，然后我们河道站不了了，导致我上去了，导致你们下路被越。不是，前面死了，我们还是下路很优势。我们每次下路线只要卡在那儿，我们想要3打3的画面，但是要么就是你当时不在，然后后面你6级后我叫你过来了，来了之后进那个草，猴子直接把你杀了。对啊。那个时候已经是。所以你觉得3打3要怎么打？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在对线的时候，我们要换血，那把我们卢娜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跟这边换过血。我知道你卢娜的正确方法。一整局我都没有跟他们换过血，我活的也不知道怎么玩。2级血闪就掉了，怎么换血？来，夫妇。我，就感觉下河道站不了，往中卫包怎么帮下？我可以不吃线，但我不知道下路怎么帮。就感觉3局下河道永远抢不了，我觉得这是我这3局打下来最不爽的。说实话，我觉得这个 BO5，我不觉得是上路差距有多大，就是我们中下部分。就我们中下的联动感觉没对面好，就其实我就有这种感觉，我们应该就把这解决就行。就我第一反应的感觉是这样而已。OK。我觉得大家跟我自己吧，都比较丢失了那种，就我们这个队，我们这5个人，我们擅长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我们有一点抛弃掉了这个东西吧。对啊吧，因为个人思维就前面掉了闪现嘛，然后我就是我感受不到队友跟对面的速度，就我不是很清晰对面打野的位置，然后突然就把我弄死了一波，那一波死了也还好，然后后面那波被越塔之后就感觉很崩，有点就下路本来打下路我们对线期，我们前面明明是可以压着对面打的，但是我却不敢，就是不怎么敢上去换血，因为对面打野一直给我在下里压力。真实想法。不知道说什么，打着打着崩完了，怎么办？我是觉得第1把、第2把我们 BP 选的，我是有很多打团的画面的，就是我每次冲进去
牵着他们 AD， 但是没有人能跟我场上说的话，你们给我的反馈太慢了。先锋或者小龙，我要来，你们半天不给我回馈，我也不知道要上去上台是要直接过来。我不想说。不要不想说，有话直说。我觉得没问题啊，他们打的，就是决策有点问题吧，可能。失误了。当时我们确实是有很多问题，就我觉得他们玩得太急了，然后沟通做的也没有很好，包括我自己也是。就在这种关节上面，就是还是要多鼓励队友吧，只能选择相信他们，能调整回来。我游戏内的话，我觉得首先我的第一个感受跟赵伟杰是相同的。我觉得今天这个 BO5啊，中下野4个人的问题比较大，就是我们的明显的判断跟联动是不如对面的。而且我刚刚通过我们这样的对话，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我们野辅都关于刚刚那个情况，到底应该直接冲到中路去打4打4，还是从下路出去，都没有达到一个共识，所以才会出现我们跟对面博弈一定会输的情况，因为我们跟对面博弈画面不一样了，大家。我们从 BP 端开始到准备第2局、第3局，其实一把比一把差，但是打 BO5的节奏应该是一把比一把好。比赛里面的东西越打越急，越打越不像话，越打越没有章法，这个是我接受不了。我希望下一次 BO5的时候，我不希望是一把比一把打得糟糕，一把比一把迷，一把比一把混，一把比一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先解决这个问题，能不能一把游戏和一把游戏衔接好啊？我觉得还是算就是打醒了一下我们当时就比较浑浑噩噩的状态吧。然后呢，就是后边我们也是因为时间不是很充足嘛，只有1天的调整时间，然后我们也去做了一些微调，就是可能我们还是没有调整到自己最好的状态吧。两支队伍已经登场完毕了，对于双方选手来讲，他们也都知道，如果倒在这里，他们可能将成为整个春天最为遗憾的人。今天不要怕输，真没事，真没了。我不想浪费一个春天的努力倒在这里。我就是乐。OK， 乐这句话没问题。我们在车上，其实阿布跟我们说了一段话嘛，就是我们其实走到那里其实就是已经突破我们自己可能的一些期待吧，就是我们也不要身上有那么大的压力，就是放开了去打那场比赛就好了。哎，下路可能打起来，天爵想来，在了，起金在了，我可能死，闪现 A 冰川征服，感觉死了。他们在走，可以打，慢点，我有，看这边，AD，天爵拍一点。利物闪出来没有被击杀，但是 L 克向前的闪现完成了收割，只要 AGD 就可以一波比赛了。我们恭喜 BLG 在 BO5的比赛里1比0暂时领先。我觉得酒桶遇到打千珏不是很好打吗？团战吧，团战上面大招克制，我们的阵容就纯大，我觉得他们很难打呀。打完第一把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信心了，没有那种慢慢玩就能赢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那种自信了。因为想赢所以着急，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信心所以着急。先都冷静一下，我先问一下你们 ，EDG 原来打常规赛的时候怎么赢啊？先要回到怎么赢比赛上去，急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很着急有用吗？打团着急，打线着急，上去就急，有用吗？劣势这个放那个放那个放这个放的就没了呀，游戏就没了呀，一把比赛就没了呀。能不能先振作起来，先看一下自己阵容到底什么意思？我看完 BLG 的第一把，我当时意识到，以现在的状态继续去打，今天赢不了，因为我觉得当时还是有前一场比赛的阴影在里面。先让大家坐下来，好好聊清楚，让他们去回想自己之前在常规赛我们取得胜利的一个游戏方式是什么，就不是拿到一个阵容，我们前面就是看到机会就无脑的去抓，就我们没有什么运营跟沟通还有配合。醒一醒先，再这么打下去又没了。先说 BP， 我下把不想玩酒桶打得开，酒桶打不起。因为酒桶我平时玩了练的挺多的，
其实练了挺多的，但是我觉得算是我能拿得出手的熟练度比较低的一个英雄。然后当时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也就是希望能去用一些我比较擅长的、比较自信的英雄吧。第一把之所以后面那个贾克斯发挥的特别好，也是因为我们前面就是上野配合的一个失误，让这个贾克斯第一波回神出来，直接有1100的水晶鞋，然后导致9筒没有优势。所以我觉得那把是游戏里面进程的问题，而不是 BP 上选择的问题。我们肯定还是去尝试说服他。当时就9筒是个最好的选择了，还是听教练的，然后队友也让我相信他们。他们这个阵容肯定是啤酒好，是真的啤酒好。再玩一把，再玩一把，赢他们一把，赢他们一把，赢了。信乐，我帮你们扛就行了，我觉得。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跟他打，可以跟他打，杀！猴子直接大闹天宫卷起来，阿斌往槽里交闪卡视野，再跳闪。不过猴子2队在他天宫等着他，9筒也留了一个一技能。我来了，打起来，我到了，保 AD。OK。利物这边一手飞轮打出贾克斯闪现，隔墙的 Q 空了，但要被龙喷死了。中集合，乐我踢一波。我直接踢过来，来去。那这样我们要恭喜EDG 1-1扳平比分，在解决了上一局的一个对位问题之后啊，是一举在前期就拿到了一些优势，扎实的团战阵容，在第2条大龙的团战还是取得了一个正面的胜利。赢了一把之后，大家感觉慢慢的去找回那种赢的感觉，然后慢慢调整。其实当时就是因为赢了一把，所以后面状态有慢慢好了一点吧。冰女佛爷哥好还是冰女猴子好？我觉得冰女佛爷哥。佛爷哥吧。考虑一下呗。不考虑了。OK。都这里了，不考虑了。当时那个情况，首先觉得佛爷哥是一个比较好的英雄，也有去在训练赛里得到实践嘛。当时并且也是悬崖边上了，想着怎么样都得来一把，换个打法吧。小法还没6，你就 A 兵，我6了。你要把闪电大爷。Go，出发！转过来，升6了。阿斌没想到这一点，控制链被接满了。OK， nice。我这个会来哦。这个升6怎么样？nice，兄弟们！来！看吧！保利服，全员保 AD， 全员保 AD。洛菲留斯往前狂风也杀了一个阿斌，1换1 ，L 跟陷阱的狂风被 W 闪了，破败王站了出来。变化乐趣无穷，乐趣无穷，还有很多趣味的玩法等你解锁。盛唐夺宝活动关注小姐。说完了，更多的。在这个如果拿到中下野进攻的组合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互相就是把自己交给队友，然后做出最正确的判断，该打的时候一定要能打出来。所以我上台之前一定反复的在跟选手强调，这个需要信任队友。石头人当时是我要求选，因为我们放给了对面凯南，要去给下路拿好的英雄，逼对面下路只能出金克斯嘛。我觉得锁下来就赢了，就是我线上被压个几十刀我都能接受，只要能帮助到队伍。我贴了，还能追吗？追一下。哎，看这个，加带奶，慢点。我就上台，看着凯南。我走，先拉！拉扯！正面金克斯这边状态也不好，杰先被击杀，但凯南也倒。猴子没闪，看正面。交闪躲个台，回身还在操作，有一个有双。哎，五杀！石头人要5杀了吧？石头人，队友在让，石头人车轮滚，5杀的墨菲特。当我们看到就是石头人打赢那波团拿到5杀之后，我们想的就是这把只要我们一直保持跟对手同人数的一个状态去打团，然后等到大家技能好，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能赢的。脑海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那个石头人大龙的那个大招吧，我觉得当时沟通做的没有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沟通的是见到人我直接看，然后没有考虑队友能不能跟得上。哎，赵杰过来，我要顶了，准备去。哎，靠！慢点乐，一个大直接撞了3个，牙膏这个位置在凯南的保护下，配合队友把石头人秒了，而且风R进去太着急了，也被击杀。那波输了之后就感觉游戏的局势变得不利了，因为原本是很优势的，然后那波打完之后变成这样子，就感觉当下的话，其实感觉灵魂突然间出窍了一秒钟，然后又回来了那种感觉。
可以开，后走，看后面，想开勋，但正好 Q 被打断了，直接锁勋。慢点，我会死。这个位置在小法的圈里疯狂输出 ，RPG 这边套了一个虚弱，但是伤害已经打完了。这样一波了，不想开猴子，其实，但他 AD 第一时间可以开一波了，结束了。可惜了，这盘有点可惜了。这个比拼上起码你是有优势的，但其实EDG在最后一轮选择的 BP， 其实我们在看到阵容的时候是觉得还是挺能威胁到的。就我感觉很奇怪，就是我们打团的画面也不够果断，就是有中亚又怎么样呢？有表又怎么样呢？我不明白有表又怎么样。他们有表在给我们打得挺好。对啊，有表我们都是演赢了，就一直在顾及那个表啊不表，你不打掉他永远有表吗？就我觉得我们那个阵容应该更主动一点，而不是等到不得不打团的时候我们才那样果断的去开团。我觉得我们在前面的每一个资源点，每一条小龙，每一个能打起来架的地方，我们都应该像第4把一样，然后积极勇敢的去跟对面接团。所以我觉得前面大家就打得有一点点保守跟紧张了。我们比较主动的中下的时候，我们一直在中路跳下。哎，我就是觉得，其实我以往的比赛输了我不会掉眼泪，就是这个春季赛，我觉得我是跟自己比，跟以往来说是最努力的吧，就是会觉得特别惋惜吧，就是会很惋惜这种感觉。我个人是抱着必胜的把握去打标记，赢了我们就进 M 赛，并且进决赛。田野也说他8年没去过了，想去，我也非常想带他们去，就是想尽力的带他们去赢。包括我之前跟赵礼杰说的，想跟他把他没拿过的东西都拿一遍，就是很遗憾吧，就是特别遗憾啊，不想说。我觉得还没走出来，感觉还是有点不真实嘛。觉得自己改正错误的速度确实太慢了。每一次死亡的印象画面都挺深刻，每一次。其实还没有结束嘛，虽然春季赛结束了，但是旅程还没有结束。还是觉得我们是一个很新的团队，所以我们前面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的方向如果是对的话，就一定能变得更好。我只说一句好吧，就是其实朱开说过很多次，就是手在一起心在一起。我们今年春季赛是结束了，但是我们今年没有结束，我们还有夏季赛，我们还有未来的路要走。我觉得就很简单，每个人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就是重整旗鼓，然后收拾好心情，然后充好电，我们下一赛再来。我们21年也经历过这样的失败，我觉得就是说白了，我们想要取得最后的成绩，我们想要走得更远，我们总要去经历一些东西，好吗？我希望大家的所有人的心到了夏季赛的时候回到这儿，我们还是跟春季赛一样，我们继续出发。1、2、3，1比1，加油！因为一开始来 ADG 就是抱有梦想，就是想出个好成绩，想突破我的最好成绩。因为每次外面都说我是16强啊什么的，不如亚军，不如8强，是我也想证明自己。在夏天到来之前，我会尽力的去提升自己的水平。下一赛的要求只会更高吧。春季赛犯了错误不能再犯了，就下一赛相信我就好。虽然说第3名特别惋惜吧，但是
我觉得我们依然是有机会，就是其实我都是有感觉，我们大家都是有在进步的，就是下季再见吧。大家这个春季赛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然后希望夏季赛我们成为一个团队性上面最强的一个队伍吧。虽然我们输掉了2个B5，但夏天你重新打回来就好。我觉得我们队伍还是一个比较年轻、很有冲劲的队伍吧。虽然我们春季赛只拿了第3名，但我觉得大家可以不怕失败。然后夏季赛我们可以继续无畏向前。